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怡威。手机现在的主要功能是上网。那如果要打电话给对方通常还会先很客气的礼貌性问一下说现在方不方便。每天呢，你接到最多的电话应该也是推销跟诈骗。但其实我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以前电话可说是最重要的沟通方式。毕竟比起电报只能传递几个字，能一口气说出心里想传递的内容，不是方便许多了吗？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听过电话发明家贝尔的故事，但你知道贝尔能够做出这个划时代发明的关键，其实是跟他另一个斜杠身份听障教师非常有关，甚至海伦凯勒也曾经是他的学生。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让大家能感受到说话的那位关键科学家贝尔。1847年3月，距离摩斯实现电报技术后的3年，另外一位改变通信的科学家诞生在苏格兰。亚历山大·贝尔他生长在一个很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擅长演讲，同时也教导聋人如何和正常人沟通。但是老天爷似乎开了个玩笑，贝尔的妈妈在贝尔小时候起就逐渐听不到，最后失聪。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贝尔从小一定就对于沟通有着异于常人的体悟。他不仅能从爸爸那边学到各种技巧，也因为真的需要和妈妈沟通，得实际去应用这些技巧。所以贝尔从小就对于声学非常有兴趣。举例来说吧，我们小时候学说话多数人应该都是听大人讲话慢慢才会学会的。但对于聋人来说，他没办法靠听力，那可能呢就要去寻求其他的感官来学习。所以贝尔的爸爸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可见语音通用字母学科学》，里面将各种发音很清楚的画出来，那只要看图就可以发音。那爸爸发明这套系统，贝尔就是最好的展示者。据说任何语言不管英语、拉丁语甚至梵语，只要用这套系统表示，那贝尔就算没学过，没有听别人说过这个语言，他也可以即席讲出来，而且口音都非常正确。后来也有人讨论说，贝尔发明电话的灵感或许跟爸爸这套语音视觉化的系统有关系。因为既然语音可以转成图像，那个时代电报又刚开始蓬勃发展，这种远距离的沟通都是靠电磁波。那搞不好贝尔就是把这两件事情凑在一起，联想到说，图像也是一种界面，电磁波也是一种界面。如果我能够把语音转换成电磁波，那不就能把语音传到远方了吗？当然没有实际佐证，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创意有趣的地方。为什么贝尔会发明电话？为什么谁可以想到这么有趣的想法？那这些灵感其实可能都会跟日常生活受到刺激有关系。所以平常多听我们说下科普故事，不一定能够立刻让你成为大发明家，但是经年累月的一些知识，或许呢就会在哪一天触发你的灵感哦。贝尔从小就展露出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发明天分。12岁的时候呢，他就帮朋友家的面粉厂发明了一台脱壳机，大幅化简了这个小麦脱壳程序。16岁的时候，爸爸带他们参观一个叫说话机器，这机器大有来头发明者是奥地利的博学家肯佩伦。肯佩伦另一个有名的发明是土耳其机器人，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在欧洲、美国巡回了数十年，跟像是拿破仑富兰克林这些名人对战过的下棋机器人 ，A.K.A. 不差点AlphaGo。但是后来被推理小说大师爱伦坡发现，这其实根本不是机器人，而是藏了一个人的机器。土耳其机器人是魔术装置，可是说话机器就不折不扣是一台挑战用机器装置来模拟人类声音的科学仪器。贝尔看上去说哇太酷了，立刻就找了肯佩伦的书来看，然后再和哥哥合作，也做了一台说话机器。这当然非常不容易，可是他们持续努力，然后爸爸还加码说，如果你们真的能让机器发出声音，我就给你们很大的奖品。在这样的鼓励下，贝尔兄弟党还真的运用了声学知识，模拟人的发声构造，做出了一台能简单说话的机器。那贝尔兄弟党一起发明了说话机器，看起来哥哥是他发明家路上好搭档。可是后来电话发明的时候，我们怎么没看到哥哥的踪影呢？原来很遗憾的，贝尔一家3兄弟后来陆续染上了肺结核，他的哥哥跟弟弟都年纪轻轻就过世了。那贝尔爸爸难过之余，决定举家搬到加拿大，在那里开设聋人学校。然后贝尔跟着爸爸一起工作，成了该领域的专家。28岁那年，贝尔自己开设了一所私立学校，在美国波士顿，叫做语音生理学与声音机械学院，收了30位学生。那尽管收入非常好，可是隔年贝尔就决定关掉学校，原因是他太想要发明电话。
当时呢，他白天教书，晚上做实验，蜡烛两头烧，让他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他觉得说不能这样下去，一定得做出取舍。于是啊，他收掉学校，只留下了2位学生担任他们私人家教，全心投入电话发明。而这2位学生的父母啊，后来也都成为贝尔在发明路上的重要资助者。有人可能想说，哦，所以你贝尔是挑学生哦，只教有钱人家庭。我觉得，就算是那也不是什么很错的事情。毕竟发明啊，就像新创企业，它的风险非常高。如果能够有人赞助支持，那自然会比较稳定一点。而且贝尔也不是这么纯粹商业考量啦，他还喜欢上其中1位学生，小他13岁的学生梅布尔。怎么好像越描越黑哈？看来我们的标题是不是改成说你不知道的贝尔渣男，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竟然引诱富家女学生？但其实没有啦，他们后来真的结为夫妻了。然后梅布尔也不是像你想象中那样子比较娇弱的类型，他很聪明，也很坚强。而且呢，因为从小就有学习读唇语和说话技巧，相较于其他聋人他更能融入社会。后来贝尔发明电话获奖他因为很忙，所以不想去领奖。梅布尔就直接买车票，收好行李，拎着这个状况外的贝尔到车上，然后把他扔到车上去。贝尔抗议都没有用有一种说法是贝尔有许多的发明讨论，甚至梅布尔其实有参与其中，只是他喜欢在幕后。那这样子看，梅布尔应该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之后呢，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一支专属于讲梅布尔的影片吧。那终于要进入贝尔研究电话的高潮了。贝尔呢，关掉学校到发明电话，这中间其实不长大概只有3年的时间。想想真的非常厉害，因为现在3年就是高中3年，大学都还没念完可是贝尔就做出了划时代的发明。不过我觉得这有很多原因啦，一个是贝尔当然真的非常优秀，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时代不论是科学科技，相较于现代都还更出奇，所以有机会让几个人在一段不算长时间内就做出成果。可是说这样子，贝尔在研发过程中还是遇到非常多的挑战。比方说，他跟摩斯一样没有受过完整的理工训练，所以尽管中间做出一款雏形，拿去给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约瑟夫·亨利看，亨利觉得很不错，但贝尔就有点为难的跟他说：“可是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接下来因为我不具备相关的知识。”亨利就很坚定跟他说：“那就去学会它。”这句话对贝尔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你如果真想发明电话，但又不具备相关知识的话，那就去学会它吧。亨利的话推着贝尔继续前进。终于，人类史上的第一通电话在1876年3月10号拨通了。打电话的人没有悬念，是贝尔；接电话的人是他的助手华生。每次我看这段都想到福尔摩斯，因为刚好是华生。当时这样子，贝尔在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打翻化学溶液，急着找人帮忙，他赶快喊说：“华生先生，赶快来，我需要你帮忙。”那华生在另外房间听到，可是不是从远方听到的而是从一直没有运作的电话中传出来的。哇，你可以想象这是多意外，真是多么的开心辛苦了好几年的成果，终于实现了。那贝尔电话究竟用了哪些原理呢？其实就是高中的电磁感应、电流磁效应。当时的贝尔电话构造很简单，话筒这边是附有磁铁的薄膜，说话时候声波撞击薄膜，带动磁铁振动，而薄膜后面有线圈，磁铁振动改变磁场，进而生成感应电流，然后电流就像电报那样子被传出去。听到的人在这边的听筒的时候呢，就会先从电流运用电流磁效应产生磁场变化，再运用磁场变化去振动薄膜，发出声波。所以如果我们把说话内容想成资讯的话，那就是资讯依序转换在声、磁、电、磁、声这些不同的介质上面进行传输与接收。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通信里面，基本上传输端跟接收端做事情是很对称的，只是顺序颠倒。所以看嘛，话筒是传输端，声、磁、电；听筒是接收端，是电、磁、声。那贝尔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电话发明。那虽然他到底是不是第一位发明电话的人，依然有些讨论空间。不过可以确定是他让电话实用普及的。但其实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说，他发明电话的时候还不到30岁。那贝尔后来活到75岁，他与生俱来的发明天赋和冲劲让他后来其实做非常多的新的发明。比方说这几年有一种运用 LED 的可见光通信技术的发明，叫做 Li-Fi。顾名思义，就跟无线区域网络的 WiFi 呼应。一个是用电磁波，一个是用可见光。这个有趣的技术，我们之后会有专片介绍。那以通讯来说，他后来就有尝试用太阳光来做通讯，虽然没有广泛的被使用，不过呢，这个其实就可以称之为是 Li-Fi 的前身。此外20世纪初刚好是飞行热，人们挑战飞上天空，大发明家贝尔当然不会错过他提出改良的箱型风筝提出正四面体风筝这样的架构，最后呢，成功做出一台长12公尺的巨大风筝，载人飞上天空。那这故事在我们的另一支影片也有专门的介绍。
贝尔不只是一位发明家，他也没忘记他作为教育家的身份。像是呢，他一直当私人家教，还教了一位小女孩哦，叫做海伦·凯勒。对哦，就是那位知名的作家、倡议家。他和他老师苏利文之间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有一个说法就是，苏利文其实就是贝尔推荐给海伦·凯勒爸妈的。那海伦·凯勒跟贝尔一辈子都保持联络。他曾经在回忆录里面写到，贝尔的爸爸全心投入在聋哑教育，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却不以此自傲。有一次哦，还故意跟贝尔开玩笑说啊，这些时候赚不了钱呐。可是贝尔听到之后，非常认真的回答说，但是这是比电话发明还要重要的事情。我自己觉得这是贝尔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一方面有卓越的科技发明，一方面也持续关心聋哑教育。也或许是他这么关心人，才会发现各种尚未被满足的需求，进而成为他发明的灵感。其实啊，贝尔的可见光通信技术后代，现在已经成了新的通信标准哦。你觉得这会是个怎样的技术呢？ A. 传输速率超快，可是只能在室内房间里面使用。B. 到处都可以使用，然后传输距离很远，就像烽火台一样。你认为是哪一种呢？欢迎留言分享，也请期待之后的专门影片介绍哦。以上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出版实验室，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